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超经典的犯罪悬疑片，它由家喻户晓的摩根·弗里曼领衔主演。该片完美诠释了什么叫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因为不看到最后，你永远不知道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。故事从美国的一所贵族学校开始讲起，在这里上学的学生非富即贵，随便挑选一个都是顶级的存在，因此学校的安保系统非常严密，几乎每个学生的一举一动都在监控范围。小女孩梅根是一名国会议员的女儿，她不仅聪明伶俐、勤奋好学，而且还深得老师桑杰的喜欢。然而小小的梅根怎么也不会想到，眼前的这个老师其实是个假的。放学后，桑杰喊梅根到办公室来一下，而这也正是拉开了一场绑架案的帷幕。趁着梅根查看试卷的间隙，桑杰突然捂住了她的嘴巴，下意识的梅根奋力挣扎，没想到却把对方的脸皮扯了下来。很显然，所谓的桑杰并非桑杰，而是一个做了易容术的犯罪分子。这时敲门声突然响起，原来是路过的女老师闯了进来。眼前的一幕让他瞬间紧张，慌忙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桑杰见状解释说是女孩生病晕了，他让女老师先留下来照看，自己则去医务室喊人帮忙。可实际上的桑杰只是找了根绳子，并转身对女老师下了死手。处理完突如其来的麻烦，桑杰又打开了一个伪装的箱子，然后将梅根刚好塞了进去。与此同时，作为负责学校安保的杰西发现梅根不见了，于是急忙和一名老师四处寻找。可当两人来到桑杰的办公室之后，任凭他怎么敲门就是没人应答。意识到不妙的杰西当机立断，直接一脚踹开房门冲了进去。当看到地上躺着的尸体，他这才恍然梅根绝对是出事了。杰西赶紧通知安保系统封锁学校，可此时此刻一切都为时已晚。桑杰不仅大摇大摆走出了教学楼，还堂而皇之骗过门岗逃离了学校。等到所有安保冲出来搜寻时，桑杰的车子已经消失在了茫茫人海。稍后时分，桑杰绑着梅根来到了一艘游艇上，他第一时间没有打电话索要赎金，反倒是着急撕掉了伪装的脸皮。原来真正的桑杰早就死了，所以2年来梅根看到的老师都是假的。现在除了梅根知道真相以外，几乎再也没人知道桑杰的真面目。同一时刻，已经退役的探员老黑注意到了此事，可就在他揣摩绑匪的心思时，一通电话却打了进来。令人奇怪的是，电话那头竟然传来了梅根的求救，紧接着是桑杰经过处理的声音。虽然猜不透绑匪为何要联系自己，但老黑还是习惯性的录下了通话内容。桑杰表示想和老黑来一场猫抓老鼠的游戏，他可以确保梅根的安全，不过前提是警方必须在限期内抓到自己。最后桑杰告诉老黑，他还在家门口的邮箱里留下了东西，而这个东西就是梅根穿的鞋子。只要老黑今晚将鞋子送去梅根的家里，那么他就有了参与此案调查的机会。当天晚上，老黑不得不带着证物赶到了梅根家里。此时一众联邦警察已经提前来到，就连各大媒体也蜂拥赶了过来。待到老黑叙述完毕，所有人都很疑惑绑匪的作案动机，他为何没有提出索要赎金的想法，而是点名要老黑督办此案呢？难道绑匪的目的是想挑衅最有名的探员，继而来彰显自己的能力吗？这时老黑播放了一段录音，其中有几句话比较意味深长，就算你们抓到我，案子也不会结束，就像一本已经完结的小说，其实他还可以继续写下去。听完录音的众人一头雾水，没有人能够理解这几句话的意思。为了确保梅根的安全，联邦调查局只好委任老黑负责此案，还安排学校的杰西一同加入了调查。第二天，老黑赶到学校的第一现场寻找线索，从杰西的口中得知，桑杰老师已经入职学校2年，他的专业和修养也深得学生们的爱戴。老黑听后若有所思，难道绑匪在学校里潜伏了整整2年，然后才开始实施绑架吗？带着疑问继续摸排，并很快发现墙上挂的一幅画不见了。老黑猜测这可能是绑匪留下的线索，于是顺藤摸瓜打开了教室的监控系统。经过观察，丢失的那幅画竟然跑到了一则黑板上。可当老黑放大和缩小这幅画像后，却瞬间进到了另一个监控画面。原来画像是监控网络中的一个链接，目的是故意引导警方来获取线索。如此这般让众人好像受到了侮辱。感情绑匪真的是在玩一场猫鼠游戏，挪动鼠标转换镜头。随即大家又捕捉到了一个重要信息，一瓶非处方药上标注了家庭地址，猜测这个地址就是桑杰的家。警方立刻开始了抓捕行动，可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，既然绑匪是故意留下了线索，那么又怎能让你轻易抓到人呢？正如老黑心中的猜想，种种迹象表明桑杰就是故意的。他不仅暴露了自己的家庭住址，还刻意在墙上留下了整个作案过程。看到这里的老黑不禁佩服对方的耐心。为了这次绑架，桑杰真的在学校里潜伏了整整2年。顺着视线看向下方的书桌，一本名为《绑架大师》的小说尤为醒目。这时警方又有了新发现，原来作案现场之所以找不到指纹，一切只是绑匪使用了橡皮易容术。很显然这也是桑杰给大家的提示，不然他不可能会留下易容设备。看来桑杰布下了很多谜题，总归是想指引警方一点点的找到线索。按照还有提示的思路，回去后的老黑很快发现了一个疑点，绑架大师的结尾标注了一段话，看内容正是桑杰在录音里说的那几句，而这也让老黑终于明白了他的真正动机。其实桑杰是在模仿小说作案，他也想通过绑架来证明自己的能力，从而让自己在美国的历史上留下痕迹。至于他为什么会找老黑参与此案，究其原因还是老黑的名气足够响亮。从心理学上来讲，
现在只要满足绑匪的精神诉求，那么就能稳定他的情绪，不会乱来。一念及此的警方随即制定计划，并火速召开记者见面会，夸赞了绑匪的作案手法。老黑猜测桑杰一定会看电视新闻，而这样一来就能稳住他不会伤害梅根。虽然暂时有了缓兵之计，但案件的进度却陷入了停滞。当天晚上，桑杰开着游艇准备找个藏身之所，可不久后便被海警拦了下来。警惕的桑杰赶紧掏出手枪备着，以防万一对方会登船进行检查。所幸海警只是提醒他船灯没开，言下之意并没有想要登船的意思。聪明的桑杰急忙配合，这才堪堪躲过了一场危险。这时听到动静的梅根拼命呼喊，试图想引起外面海警的注意。遗憾的是，桑杰早就做了隔音措施，所以任凭他叫破喉咙也没人听见。次日，昨晚的失败让梅根变得冷静，他决定利用周围的环境进行自救。经过一番思考，梅根将对讲设备的电池弄了下来，然后以上厕所为由骗开了房门。趁着桑杰不注意的间隙，他快速把电池丢进了煤气灶，紧接着从容地走进了厕所，掀开窗帘，发现游艇距离岸边并不算远，于是他计算好自己的游泳速度，然后趴在门上开始等待时机。随着电池突然发生剧烈爆炸，整个舱室瞬间燃了起来。不知情的桑杰赶紧灭火，梅根则趁机推门冲了出去，来到外面没有犹豫，直接跳河，并边喊救命边朝着岸边游去。此时岸边钓鱼的男人发现了梅根，他急忙丢掉鱼竿冲进了海里。可就在男人快要接到梅根时，却不料被追出来的桑杰打死了。他费了2年时间策划的绑架案，怎么可能轻易的暴露呢？随后桑杰把梅根捞了上来，并告诉他最好乖乖听话，不然就会有更多的人跟着陪葬。此话一出，让梅根深深绝望，也只好放弃了挣扎。几小时后，有人发现了钓鱼男人的尸体，警方也在岸边找到了梅根的衣服。老黑担心桑杰可能已经撕票，但经过打捞后并没有发现踪影，这说明梅根极有可能还活着，而钓鱼的男人大概率是无辜躺枪。老黑认为桑杰不会轻易放弃梅根，毕竟他可是花了整整2年的时间。回去的路上，杰西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，既然桑杰想制造一个大案子，那他为何要绑架国会议员的女儿，而不是去绑架总统的儿子呢？这句话立刻提醒了老黑，并意识到案子并非表面上那样简单，也就是说，梅根有可能只是一个诱饵，总统的儿子才是这次绑架的关键。想到这里的老黑不敢迟疑，当即决定和杰西去总统家看看。与此同时，总统的儿子收到了梅根的信息，原来他是梅根在学校里最好的朋友。信息中提到他被人绑到了一个地方，并请求小男孩出去进行一次通话。从语气里可以看出是梅根无疑，于是小男孩没有怀疑，便准备偷偷出去。总统家的房子到处都有保镖巡逻，而且周围布满了监控探头。可惜这些在小男孩眼里都是摆设，他很轻松就避过了所有监视。巧合的是，老黑刚到地方就发现了不对劲，一辆警车竟然停在了总统家的门口，而且还悄悄灭了车灯。这时杰西也发现了新情况，小男孩冒着大雨从后院跑了出来，只见他快步走进一间电话亭，显然是要打给需要帮助的梅根。同一时刻，从警车里走下来一个男人，而此人正是蓄谋已久的桑杰。原来刚才和小男孩联系的人是桑杰，他早已摸透了梅根的说话语气，而这也印证了老黑的猜想，绑架梅根只是诱饵，总统的儿子才是最终目标。电光火石之间，老黑和杰西果断冲了过去。虽然他们没有见过桑杰，但可以肯定这个男人就是绑匪。意识到不妙的桑杰准备撤退，并和老黑两人展开了激烈冲突。2打1的情况下，桑杰节节败退。但这时总统府的保镖却跑了出来，他们以为持枪的老黑才是危险，于是在不知缘由的情况下阻止了抓捕，而这也让桑杰趁机逃之夭夭。现在老黑已经看清了桑杰的样貌，也算是让案子有了新的进展。数小时后，逃回去的桑杰开始变得焦躁，究其原因是老黑打断了他的计划。可当他气冲冲地想找梅根发泄时，却赫然发现人质竟然不见了。这下犹如给桑杰来了一记重拳，感情自己策划2年的案子就这样废了。第二天，桑杰给警方来了一通电话，说是让梅根的父母准备好价值1000万的钻石，而只要他能够顺利的拿到钻石，那么他就放了梅根。虽然老黑很不理解桑杰为何突然变卦，但也只好按照要求赶紧照办。接下来的交易流程非常复杂，桑杰没有说出具体的交易地点，而是让老黑拿着钻石东奔西跑。第一个要去的地方是个闹市区，可当老黑和警方赶到之后，桑杰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据点，并且还要求他必须在15分钟内赶到。很显然，桑杰的做法是为了躲避警察，因此不停地更换地点才能更加安全。想到仍旧生死未卜的梅根，老黑不得不穿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。在折腾了几小时后，最终的交易点定在了一个地铁站。此时桑杰已经甩掉了跟踪的警察，紧接着让老黑在地铁关闭的最后1秒上车，而这样就能彻底的摆脱所有尾随。看得出桑杰非常了解警察的办案流程，滴水不漏的计划让人根本没有办法。很快老黑看到前方出现了一个人影，随即便接到指令要打碎窗户，然后让其将钻石丢到窗外。如此缜密的步骤让老黑没了脾气，只好乖乖的照做，将东西丢了出去。就这样，桑杰顺利的拿到了钻石，可警方连人的影子都没抓到。事后，由于警方没有抓到狡猾的桑杰，因此让整个案子变得更加焦灼。这时老黑意识到案子好像有些蹊跷，按理说桑杰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钱财，可他为何突然变卦索要赎金呢？
带着疑问继续翻看案宗，老黑决定和杰西重新梳理一下。一声清脆的门铃忽然响起，杰西本能地上前开门，可下一秒却被电击瞬间放倒。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老黑赶紧掏枪，他也立刻认出了对方就是桑杰。为了能够救出梅根，老黑不得不听从对方，选择了妥协。现在的局面让人有些困惑，桑杰为什么要亲自上门造访呢？而随着谈话的步步深入，老黑也渐渐明白了怎么回事。原来桑杰有一个灰色童年，以至于让他的心里产生了扭曲。15岁那年，桑杰趁着父母熟睡的间隙，竟然偷偷点燃房子烧死了他们。听到这里的老黑心里暗暗吃惊，难怪桑杰会有猫捉老鼠的变态想法。看到对方的情绪有所缓和，老黑询问他既然拿了1000万钻石，那么为何还不放了梅根？可桑杰听后却摇了摇头，似乎他并不知道钻石的事。桑杰的反应让老黑恍然大悟，立刻猜到案子可能还有其他真相。这时桑杰准备起身离开，不过他声称要带走杰西作为人质，这个做法其实暴露了他来的目的。显然梅根已经不在他的手里，然而被击晕的杰西已经苏醒，他突然拔刀刺中了桑杰，老黑则赶紧找了一把武器。眼看桑杰还要反击，老黑无奈之下只好扣动了扳机。桑杰死了，寻找梅根的线索也就此中断了。虽然老黑成功救下了杰西，但也招来了梅根父母的强烈谴责。现在没有人知道梅根在哪里，一时间他的生死也牵动了所有人。而就在大家都为此感到沮丧时，老黑却胸有成竹，丝毫不慌。原来他在和桑杰交谈时确认了一件事，既然绑匪根本不在意钻石，那么就说明索要钻石的人另有他人，而且还是一个熟悉警方办案的人。想到梅根已经不在桑杰的手里，那么他一定是被其他人掳走了。事不宜迟，匆忙赶到学校，老黑重新查看了当天的监控。经过反复观察，其中果然存在有一个致命漏洞。当时桑杰绑走梅根以后，负责安保的警员戴文没有第一时间封锁大门，而是等到绑匪出去以后才按下了开关。很明显，戴文有可能也参与了绑架案。一旁的探员以为他是桑杰的同伙，可这个猜测却遭到了老黑的否定。如果绑匪是模仿作案，那么他肯定不会寻找帮手。想到这里，案子变得有些复杂，但实际上也全在老黑的预料之中。画面一转，梅根被关进了一个谷仓，此刻的他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，而关押的他的人正是警员戴文。原来一切都正中了老黑的猜想，戴文才是幕后的真正黑手。这时有把手枪悄悄顶住了他的脑袋，岂不料来人却是一直在办案的杰西。随后两人突然会心一笑，紧接着又抱在一起亲了起来。原来杰西也是这次案件的绑匪之一，只不过他和戴文早就发现了桑杰的计划，于是将计就计导演了一场狸猫换太子。之后杰西引导老黑去营救总统的儿子，以至于让桑杰暴露了真面目。同时刻戴文又掳走了梅根，目的是逼迫受到打击的桑杰开始疯狂。紧接着戴文冒充绑匪骗取1000万赎金，从而便可偷偷的坐收渔翁之利。等到老黑开枪打死桑杰以后，这场轰动美国的绑架案就算是落幕了。把视线拉回现实，杰西命令戴文去杀了梅根，这样一来就可以画上完美句号。然而戴文不忍心去杀害女孩，杰西也只好让他先把钻石拿来看看。无脑的戴文没有多想，可当他刚刚拿出钻石，杰西却突然变脸开枪杀了他。很显然他想要独吞这笔赎金。与此同时，老黑顺着戴文的线索来到了杰西的家，可此时的杰西早已没了踪影。疑惑的老黑打开房间的一台电脑，不曾想里面却藏着一个惊天秘密。原来杰西将所有计划都放进了电脑，而这也让老黑意识到杰西也是帮凶之一。资料里的每个场景都很熟悉，但唯独有一张谷仓出租的信息是陌生的。职业的敏感让老黑立即想到，梅根一定就关押在这个地方。同一时刻，杰西处理完戴文便来到了谷仓，而这里关押的人正是梅根。为了保护自己，梅根用铁床顶住了门板。见此情形的杰西只好继续假装，声称警察已经抓走了所有坏人。听到救援声音的梅根欣喜若狂，但他很快冷静了下来。想想2年来熟悉的老师和戴文都是假的，那么杰西也有可能是假的。如果警方已经破获了绑架案，为何外面只有杰西一个人呢？简单的几句询问之下，杰西的谎言很快露出了马脚。眼看梅根迟迟不肯开门，外面的杰西也失去了耐心，他抬手对着木门开始扫射，显然是今天一定要杀掉梅根，直到子弹打光，杰西才停下了手。这时梅根躲在床下毫发无伤，杰西也从弹孔中看到了实际情况。为了消除心头之患，杰西随即爬到了谷仓的上方。这时的梅根察觉到了怎么回事，于是果断打碎了头顶的照明，这下让整个空间瞬间黑暗，也暂时让杰西失去了目标。此时聪明的梅根没有闲着，他拼尽全力撬开了一块木板，然后在杰西开枪之前逃了出去。可惜还未跑出谷仓，梅根却被一只大手捂住了嘴巴。原来老黑已经赶来了这里，他示意梅根不要出声，并悄悄带着他躲到了暗处。等到杰西匆忙追来到处搜寻时，老黑则悄无声息地出现了身后。他让杰西交出武器立即投降，不然顽强反抗只有死的下场。转过身来的杰西丝毫不惧，然后开始了他娓娓动听的辩解。本以为对方会大发善心饶他一命，可老黑还是扣动扳机送走他。随着机关算尽的杰西轰然倒地，此片也就此宣告了结束。该片被直译为蛛丝马迹，而老黑也确实抽丝剥茧找到了真相。虽然本片的反转有些生硬和俗套，但作为一部23年前的电影也算是经典了。